嗨，大家好，我是苏珊。苏珊现在人在马来西亚雪兰莪的双溪毛洛新村。新村上次苏珊就有跟大家说过了，是马来西亚在英殖民时代的时候，英殖民政府把华人聚集在一起监管的一个地方，然后发展成现在的村子这样。而在苏珊身后的是马来西亚很常见的巴沙。巴沙在马来西亚是有很多种类型，像身后的这一个巴沙，它就属于巴沙巴吉的概念，里面有卖很多日常用品啊，还有一些小零食、小点心。然后在苏珊的右手边，大概2分钟啦，走路就有所谓的湿巴沙跟干巴沙，里面就可以买到鱼啊、鸡啊、菜啊、水果啊，所以就有很多安迪安哥骑着摩托到那里买菜回家做饭。在那里，苏珊有一个很惊喜的发现，它那里有很多的档口，非常的像新加坡老式的住家楼下的档口，就让苏珊回忆起苏珊在新加坡的一些生活这样子。然后苏珊在拍摄的时候有很多安迪安哥来找苏珊聊天，就感觉这里很有的朝气这样子。然后双溪毛洛，它在马来文的译名其实是叫做苏埃部落，苏埃就是河，部落就是竹子嘛，加起来就是竹子河，马来文是倒转的。那为什么这里叫做竹子河？因为这里以前有非常多的熊猫。开玩笑的，其实就是这里以前还有一条河，有很多竹子，所以就叫做竹子河。那么讲了这样多，苏珊的肚子也非常的饿了，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吃今天的第一餐，隐藏的无招牌美食 ，Let's go。这家就是无招牌隐藏的板面店，苏珊点了一个汤的，还有一个干的。以前它甚至连你在谷歌地图都找不到。后来有人跟它取名叫做阿婆药材板面店，不过在谷歌好像是叫做 Corner Herbal Soup。据说最长要排队1个小时，苏珊煎很快，10分钟就有了。开吃。我们先吃干的，我们看一下里面有什么材料，有板面。然后下面调的酱汁应该就是黑酱油、酱油、胡椒粉、酱鱼仔、葱头油，还有很特别的 money 菜，吃了你就会有很多 money。先来一口。还有应该是鸡肉。它的酱汁调得非常的刚好。也是偏淡口的，就是你不管是3岁小孩还是80岁的老人家，都非常适合。板面其实是在马来西亚非常常见的一道食物，就是你去餐室就会看到4大天王：纳西的嘛、鸡饭、板面，还有一个苏珊随便吹了，反正就是很常见。它的劲道抓得非常好，而且看得出它的板面是手工做的。哇，好吃！这一家它很特别的是，它搭配的菜是用马尼菜，就是要赚多多马尼。一般上的干捞板面，它用的是菜心。然后苏珊刚刚就有吃到板面有一个味道，讲不出。后来苏珊才发现，它不只有葱头油，它有放那是个青葱三巴。上一次海南村的那个阿姨说面就是要搭配三巴的。它也是跟上次海南村的一样，用洋葱腌制。可是它们不一样，海南村的是属于甜口的，这是咸口的。药材汤，补身体。苏珊没有开玩笑，真的是补身体的。据说那个阿婆当年为什么要卖这个药材汤，是因为她看见当时的华人工作很辛苦，然后
没有什么吃到补品补身体，所以他就做了药材汤让大家吃了补身体，然后以比较实惠的价格卖给大家这样子。这个是汤的版本的，其实它这里比较著名的是汤的版本，它用料也是一样的，也是马尼菜、葱头油、江鱼仔，只是干捞的，它把面捞起来去搭配黑酱油、去做干拌，然后你吃汤面一定会有配备的哦。这个很像以前苏珊小时候卖经济饭的时候那个酱油罐，然后胡椒粉、牙签，但是苏珊就不加。先来口汤，汤面的灵魂就是汤。这个用的汤头跟干捞附赠的那个汤是一样的，但是因为它是一起煮所以它的汤的味道会丰富一点点。好喝。它面条抓的熟度非常的好，难怪那么多人。苏珊刚刚去拍她煮面的时候，就发现，她煮面好像是随便这样的，跟苏珊想的不一样人家随便煮一遍，熟能生巧，那时间表是在心里跑了的。苏珊以前只是喜欢吃干捞的，因为干捞它比较重口味嘛，汤它比较淡一点嘛。可是这一家苏珊推荐如果你今天只是一个人来啦，不要选干的，选汤的。一干呢，它的风味就会跟外面的有一点像，它会被黑酱油跟酱油盖过它的风味。这个它的面跟汤还有酱鱼仔的结合非常的舒服。老板非常的大方慷慨，你看给那么多的 money， 吃到现在还有那么多。然后这个马尼菜它作为板面的结合是非常的好的，它多了一种脆度，不然单吃板面你咬它就比较软糯而已。赞。板面其实是在80年代的马来西亚才出现的词汇，不知道来源是哪里了。但是书上看到一个版本是说，有一个叫做天涯客的面店，当时他是客家人，客家人是卖一种面叫做刀麻切，刀麻切就是这样子的面。刀麻切是什么意思嘞？刀麻在客家话其实是大刀的意思，所以刀麻切加起来就是用大刀切的面条。以前的客家人在做这个板面的时候，他们就用玻璃瓶去揉面团，揉好了之后就用大刀这样子把它切成一条一条去煮。但是嘞，当时那个叫天涯客的面店，他担心吉隆坡很多广东人，马来西亚南洋很多广东人，担心他们听不懂，所以就发明了一个词叫板面，这是其中一个来源。你在马来西亚点板面有时候它不是给你这样子的刀麻切，它是给你米粉粿，而米粉粿其实是属于福建人的食物客家人的食物跟福建的人的食物都叫板面。不懂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就把它混为一谈这样子。丸石薏米水，马来西亚茶室4大天王讲这家店它的招牌，如果你们有经过，一定要来吃汤的版本，不是干的然后苏珊刚刚吃了一共19块，面小的1碗8块，然后薏米水2杯，1杯快半钱，然后就去下一家吃。这个是什么？排骨。排骨一个。这个可以。烧麦。Hakau. Itu apa? Dumpling. Itu udang dalam? Udang.
一个虾，一个叉烧。一个虾，一个叉烧，一个叉烧包啊。就可以了。OK。然后要泡。对吧？点心必备，川汤餐具。刚刚吃的是客家美食，现在我们来吃广式美食。在马来西亚任何的地区，你都可以吃到不同的美食，广式啊、客家、福建啊、马来啊、印度啊，各种各样，应有尽有。身为一个专业的点心茶客，自备茶是必备的。但是苏珊说过，倒茶不可以说话，犯忌。饮食。廣東話怎麼說來的呢？句順口溜：蝦餃、燒米、蓮蓉包，但呢個係叉燒包。蘇珊啊，某種意義上，不是某種意義上啊，大樹下美食，找美食找大樹下。很多人推荐他这里的叉烧包，你吃包是扒皮还不是扒皮？苏珊是喜欢扒皮啊。这间店啊，其实它里面还有座位的，但是大家就喜欢在户外坐着的感觉。香。点心楼必备的2个酱，甜酱跟辣椒酱。蝦餃燒米蓮蓉包當然是蝦餃先。韭菜盒子里面有虾有韭菜，另一个应该是酿鱼丸之类的，然后给的是美乃滋 mayonnaise。很少点心楼会有这一道。苏珊以前在新加坡吃过韭菜盒子，那个是中国人弄的，然后它口感不一样，那个它是韭菜，然后它也是包鱼丸这样子，然后拿去炸，外面应该是面皮。这个它应该是用皮做皮，非常的 Q 弹，它里面的那个鱼丸，咬着咬着那个韭菜又不会非常多，抓的比例刚刚好，越咬那个韭菜的味道越香，然后那个虾的味道又慢慢出来，这样推荐这个推荐。鸡脚，在香港比较多人叫它凤爪，就是凤凰的爪的意思。鸡脚啊，如果你不是用来卤的，或者是煮汤的，或者是做无骨鸡爪之类的，一般上都会先炸过，它的外皮就会呈现比较蓬松的状态，比较容易入味。很软，它的鸡脚煮了有一段时间，然后它的调味是舒服的甜口，吃到一点点的蒜米的香味。茶没了要怎么办？当然是加茶。苏珊之前在肉骨茶那期有教过一些倒茶的文化，就是倒茶的时候不要说话，然后最好是用双手捧这个茶。为什么苏珊要这样子呢？是怕它盖电。然后如果你没有热水了之后，你可以把茶盖这么放，就会有人帮你添水。但是这里它是有自助添水的，所以我们就自己加。当茶倒得差不多满的时候，你要怎么做？你要讲表示你的感谢，你就敲2下桌子，就是表示感谢，不用一直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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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唔該唔該。燒米讓我想起了一首歌，叉燒、燒米、蓮蓉包、魚翅、蝦餃、鯪魚球。来一个没有酱的。琼凡，它这个应该是酱油混糖，然后有葱头油，有辣椒，有虾跟叉烧的版本。苏珊是一个叉烧，这个叉烧啊，跟叉烧包的是不一样的，它是没有上颜色的。吃点心啊，你的筷子功夫要非常好。再来一个虾的，
每一个都有虾，每一段。这个苏珊也忘记点了什么了，烧麦的皮，有一点干了，点一点酱汁。干杯！这个看起来，它就是用烧麦的皮包虾饺，可是它的馅料酥上感觉跟韭菜盒子很像，只是里面没有韭菜。这也推荐，只是皮刚刚吹干了一点，所以你们点的时候要马上吃。喝茶很喜欢发出这种声音，有点不雅观，但是很舒服。住外面真的是非常的惬意，非常的凉爽。但是有一个坏处，就是很多战斗机，所以人家还是忍受了战斗机，然后选择坐在外面这样子。在点心楼跟凤爪齐名的，什么南凤爪、北排骨，还有放那个岛丝。它的排骨调味就是马来西亚点心楼常用的调法，胡椒粉味偏重，然后是甜口的。然后苏珊刚刚看他们送点心来嘛，就是来这里给你选。苏珊在印度街也体验印度式的，但是他们这样子的做法因为会过马路嘛，所以会有车辆这样子经过。苏珊就想起在邦过岛的时候，那里的咖啡店也很有意思。比如说你在这一间茶室吃饭，然后你想要点对面茶室的食物是可以的，他们就会从对面这样子捧着，然后这茶室送给你，然后他们又记得这是他们的餐具这样子送回去，就很有趣这样子。干杯！这种把食物从村头送到村尾的做法，应该是在这种小甘蹦比较有人情味的地方才有的一个做法，因为苏珊的家乡也是这样子的，看他们拿着那碗咖喱面从前面走到后面2-3分钟路程呢，呀唔食。对，刚刚苏珊吃的那个药材板面，过来这里也是走路2-3分钟就到了，所以大家可以按照苏珊的攻略来吃美食。有够。它里面的馅料应该跟叉烧包是一样的还有一点点菜。看苏珊的绝技，一口闷，有一点没有信心试试看。这个芋饺是苏珊第2推荐的，也可能是第1，它跟第1齐名。它跟那个韭菜盒子是苏珊最推荐你来这里吃的，很香它跟叉烧包的馅料虽然看起来很像，但它里面加了花生，所以你咬下去会吃到叉烧的香味，还有花生的香味做结合。苏珊第1次吃这样子的搭配。然后这个芋头跟马来西亚有一道酒席菜很像，obut。它的obut就是拿那个芋头沾这种应该是脆粉，去炸到脆。然后这一个芋饺它放了一段时间了，可是它口感还是非常的酥脆。再来一口焖。收钱，吃得非常的饱。苏珊每一次吃点心应该是要吃100块，结果刚刚才55.6块。这间叫聚味点心楼，早上6点半开到下午2点。早上来的话就会非常多人因为大家都是早上吃点心，然后下午来它会比较容易找到座位，可是有一个缺点就是可能有些食物它没有了。推荐。非常推荐的是那个韭菜盒子，还有芋饺。走，我们去走走看看。我们把这张照片放成第1张，就代表着说我们这位安哥他战胜了马逢斌，他的意志就当做好像是一个奖杯这样。对的。好，就有点鼓励着每一个进来的人，可以看到吃了一下子就这样，好了。在苏珊身后有一个叫做希望之谷的故事馆，
它就是里面有记载关于这家麻风病院的历史故事这样子。刚刚来到这里的时候，其实有一点不知所措。虽然苏珊提前有做了功课了，去官网看了他的资料，但是不知道要从哪里开始。还好，刚刚苏珊就非常的巧遇，聊他们的导览员。刚刚苏珊到的时候，他的导览员也到了，就下来。他们就非常的亲切，然后就问苏珊需不需要导览，苏珊就说好啊，然后就有一个导览员带苏珊去了解所有的故事，里面讲解的部分大概有半个小时了，他讲解的非常的详细，非常的用心，然后苏珊也了解了整个关于麻风病还有这家麻风病院的故事。本来苏珊以为里面是很沉闷的，就是死沉沉这样，不是我导览员就跟苏珊说，其实啊，他们里面的生活比外面更精彩啊，有各式各样的娱乐，然后还有 cosplay 活动，扮查理查普林这样子，甚至有些人在里面结婚生子。听完了这个导览之后，苏珊就出来，导览员就告诉苏珊，你很幸运，因为他们礼拜天好像是全天候开放的。需要自己到官网去查看，而星期一到星期六是需要预约的。刚好苏珊来这里是礼拜天，所以就苏珊有这个福气了。所以大家如果周末吃饱了之后，想要找一个地方休息一下，或者了解关于麻风病，苏珊非常推荐你可以过来这里。这个地方离刚刚的苏艾部落新村，就是我们吃美食的地方，大概10分钟的车程。在以前，苏珊有过一次拍摄是在这里，但是苏珊的印象有一点模糊了。但是苏珊就记得，这里有一个麻风病院，然后也了解到这里原来是叫做雪州家具城。然后刚刚导览员有告诉苏珊，这里除了希望之谷可以了解关于麻风病院的故事之外，在它的对面有花圃，所以大家了解完故事之后啊，可以去到花圃那里赏赏花，然后也有卖一些种子，大家如果有这个园艺的这个兴趣，也可以带回家去种植这样子。然后在花圃的隔壁，苏珊也看到有一个 cafe， 大家可以去到那里喝个下午茶这样子。然后差不多就这样了，我们接着去找美食，走。苏珊又回到苏艾部落新村这里了。这个是这里比较有特色的食物——新生龙铁板包。它有3个馅料：豆沙、椰丝还有花生馅。然后苏珊还买了一个咸水饺，里面是砂锅的。刚刚忘了说，在那个希望之谷那里，它是免费参观的。然后苏珊在底下附上他们的资讯。这个咸水饺里面包的是砂锅，跟薄饼的馅料很像。其实它吃起来的味道啊，跟薄饼也蛮像的，只是它的饼皮是有一点酥脆的。不错。这个是椰丝的。天要下雨了，乌云密布。这个是花生馅，天公不作美，又下大雨。苏艾部落新村啊，给苏珊感觉非常的像新加坡牛车水这样子的老街区啊，它就是非常多的人种聚集在一起，有马来档啦，有华人档啦，然后还看到缅甸人卖缅甸的东西啦，又有印度餐啦，然后又有客家食物。又有福建的食物。刚刚卖烧饼的老板娘苏珊听到她说的是客家话，就感觉非常的多元。包括刚刚的那个希望之谷，她也说他们里面是没有分人种种族的。这个是红豆馅，它的饼皮啊、馅料啊都是属于比较甜口的。苏珊了解到为什么它叫铁板包而不是铁板饼，因为它的口感很像包子哦。就马来西亚买的豆沙包、椰子包、花生包，然后压扁扁去铁板煎这样子。最后一口，如果你在苏艾部落有一点嘴馋，可以买一个来尝看。下一家
鸡饭，好有菜园，菜园鸡，然后还有什么特色？有豆芽，然后鱼圆、肉圆，有内脏，啊，你给我那个内脏的一碟可以啃可以圆，啊，盖盐一碟，然后菜园鸡我2个人吃的，两个人的然后芽菜小，芽菜小小的，然后那个肉丸是2块，鼓励2块半，可以掺吗？可以，你帮我掺了，然后就可以了。饭有2种吗？有饭有河粉有粥，来吃鸡饭，当然是先要吃它的饭。它的饭啊，从外观上来看啊，已经跟其他的鸡饭不一样了。其他的鸡饭它呈现的色泽是白色的，可能偏黄，可是它的色泽已经是完全的褐色，这个是非常少见的。它颜色有点像芋头饭的颜色。一般上啊，吃鸡饭是会加黑酱油的，但苏珊这次不加进饭里面，苏珊加去辣椒，也是另一种做法。鸡饭的灵魂鸡，这个是菜园鸡，上面还有香菜。它的这个酱料调的是麻油香跟酱油，然后菜园鸡为什么它是叫做菜园鸡？因为它跟马来西亚一般上买到的鸡有一些不一样。一般上我们买的鸡，它是在农场，大型的农场，有一点机械化的去饲养，然后鸡肉没有什么跑动，所以它们的肉会比较松散。而菜园鸡呢，它是采用放养的形式，它让它们在油中巴里面跑动，喂它们谷物，所以它们的肌肉会比较结实。然后你看它的皮呀、也比较厚，所以咬起来会比较有韧性。要怎样分辨菜园鸡跟一般的鸡啊？苏珊刚刚有去看，老板娘就有在切鸡。说一般的鸡，它的皮会是呈现白色的，而菜园鸡它是黄色的，这是最直接分辨的了。它的辣椒可以看到，它搅得非常的细，就是它打得非常的碎。它的辣椒非常的香，但是也非常的辣，结合鸡肉刚刚好。苏珊啊，吃鸡饭的时候啊，一定要有鸡饭辣椒的，没有鸡饭辣椒不行。这个辣椒非常推荐。芽菜鸡，芽菜也是主要角色之一。苏珊觉得它的鸡肉加香菜是对的。你吃鸡肉有时会觉得有点单调，香菜的风味增添了，它的味道就比较丰富。然后鸡饭啊，其实是茶餐是4大天王之一，苏珊冠名的啦。所以你要把鸡饭做得有别于其他人不一样的特色是非常难的。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越简单的料理越体现功夫。苏珊今天吃了4大天王的2大天王面跟鸡饭。额外一提啊，鸡饭是剧组最爱打包的，简单无脑。鸡杂。吃鸡饭，苏珊很喜欢order的，盖坎盖盐。苏珊其实每次分不懂哪个是盖坎，哪个是盖盐，只记得一个是软的，一个是脆脆的。它的汤很浓郁啊，真材实料的鸡血。其实啊，这么多道食物里面呢、苏珊最好奇的就是粥，因为一般上鸡饭哦，它只有给你2种选择，饭或者是河粉，很少有粥。来一口。它上面淋的是麻油，下面的粥它有搭配一些调味，所以吃到一点点的咸，就不是一般上的白粥。
这个粥啊，它其实就是很简单的，做一点点的调味，上面撒了青葱，还有葱头油，还有麻油。它们融合，Yuki Loka 融合青年白龙。下雨天吃粥真的是非常的爽。刚刚老板娘就有跟苏珊讲，你这么不要12点来排，12点很多人，你看现在没有什么人。好啦，我切鸡给你看，他就真的拿一只鸡切给苏珊排，非常的 nice。刚刚忘了说，它的豆芽是属于短短肥肥的，所以它咬起来会非常有口感，很脆，好吃。苏珊觉得啊，你来的话哦，菜园鸡是必点的，粥、饭、芽菜，好像什么都必点，反正就推荐啦。非常的大块，我们来一个很爽的吃，鸡肉辣椒粥。苏埃布洛新村啊，给苏珊的感觉是烟火气息非常的重。像苏珊现在坐在这里吃饭啊，人流是一直络绎不绝的。看他们可以看到他们有些是买菜啊，有些刚放工啊。哦，额外一提，这个茶是苏珊喜欢的铁观音。完食。刚刚的鸡饭一共吃了43块，苏珊非常推荐大家，如果想吃鸡饭哦，在苏埃布洛附近一定要来吃这间。然后苏珊自己觉得哦，苏埃布洛这个地方啊是非常有烟火气息，然后非常多元的一个地方。像苏珊早上啊就吃了客家的刀麻切板面了，然后又吃了广式的点心，现在吃的鸡饭又是海南的。你来到这里就是一个美食。就是你是一个老饕就必来的地方啦。好了，视频就差不多到这里，我们就说声拜拜，拜拜。